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，青海湖曾一年出鱼5000万斤，如今却数次宣布禁渔。2021年，青海湖更是进入10年的禁渔期。如今2年过去了，里面最大的鱼有多大了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境内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。自古以来，这里就被认为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瑶池。青海湖有2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它明明是一个内陆湖，但却是一个咸水湖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青海湖也是一个与黄河水相连的淡水湖泊，但是后来经过地壳的不断运动，青海湖周边的山开始隆起，倒淌的河流被迫堵塞起来，湖内的蒸腾作用不断加强，水分蒸发太多，含盐量持续提高，青海湖也就慢慢演变成了咸水湖的模样。第二个特别之处就是青海湖的形状和大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。青海湖的面积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，再由小到大的过程。青海湖最早是由地质断层陷落形成的一个断层湖，此时的青海湖面积多达2万平方公里左右，是青海湖面积最大的时候。之后由于山体的隆起，导致包括黄河在内的大小河流无法再与青海湖连接起来，青海湖被迫变成了一个内陆湖，没有水源的补充，又要承受较大的蒸发量，所以青海湖的面积便慢慢减少，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减少到了4200多平方公里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2005年后青海湖附近的一些河流又开始慢慢的流入到了青海湖内，青海湖停止了缩小的趋势，开始慢慢扩大面积。根据相关专家研究，青海湖的面积还会继续缓慢的扩大，虽然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到巅峰时期，但是这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来说，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了。青海湖早期的鱼类都是通过黄河和其他汇入的河流所带来的，这些鱼资源在青海湖扎根生活。可是在青海湖渐渐变成咸水湖之后，很多淡水鱼便再也无法适应这种生存环境，从而慢慢的从青海湖里消失了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导致了青海湖虽然面积非常大，但鱼群的种类并不多。目前生活在青海湖里的土著鱼只有6种，包括青海湖螺鲤、甘子河螺鲤、硬刺高原鳅、龙头条鳅等。其中青海湖螺鲤是青海湖最为重要的一种鱼类资源。要说起青海湖螺鲤，也叫黄鱼，它与人类还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。据资料记载，早在1960年以前，整个青海湖的黄鱼储量达到了32万吨。但是在1959到1962至3年大饥荒时期，由于各自然灾害频繁，粮食作物急剧减产，所得收成根本无法解决温饱，甚至一些老百姓只能靠吃草根、树皮填饱肚子。在这艰难的时期，青海湖当地政府为了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，就把目光对准了青海湖这个天然聚宝盆。于是在1959年，青海湖渔业公司成立，随后建立了布哈河、沙陀、铁卜恰、黑马河、江西沟等5个渔场，同时建立了冷库、码头。也正是因为这一操作，才有了后来的黄鱼拯救事件。据青海湖当地老渔民回忆，青海湖当时最多的时候，就有超过10万人的渔民捕捞湖里鱼类，而这群体里不仅有青海湖当地渔民，甚至如甘肃、陕西的也有不少加入捕捞队伍。强大的捕捞队伍也确实体现出了效率，短短的3年里，青海湖仅黄鱼就出产了高达7.5万吨。也正是有这些鱼，才得以成功的拯救了这3年前的大饥荒。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饥荒时期虽然度过，可是捕捞行为却没有因此打住。据相关统计，在1995年以前，由于过度的捕捞，青海湖的黄鱼从储量30多万吨压缩到了不到7500吨，整整少了近97%。到了2002年，黄鱼的数量更是少到只有区2500吨。有人说，恶意捕捞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，青海湖黄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是说起来，青海湖黄鱼的减少，虽然过度捕捞占有一部分原因，可真正影响它的因素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繁衍问题。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，青海湖的水域面积出现了大面积压缩，
湖水蒸发量不断在飙升。从1974年开始到2005年，青海湖的水域面积由4477平方公里减少到了4237平方公里。青海湖黄鱼属于咸淡水洄游性鱼类，它的繁衍方式和中华鲟极为相似。每年的产卵季节到来，黄鱼会沿着河流逆流而上，在各个淡水支河繁殖，而幼鱼也会在孵化后洄游到青海湖生活。但是在水域压缩之后，青海湖咸度升高，黄鱼幼鱼根本无法承受高盐度的湖水，最终由于支河干涸、大坝拦截、过度捕捞等因素的结合，黄鱼的减量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。为了拯救黄鱼，青海湖政府早在1980年就有行动。起初拟定的《青海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中就有明确规定指出，停止黄鱼生产。到了1994年，湖区渔业部门就开始实施封湖育鱼，封湖期间禁止一切的捕捞行为。截止目前，青海湖为了保护黄鱼资源，相继实施了6次封湖育鱼行动，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开始，并为期10年。不过，封湖育鱼虽然能适当保护黄鱼的繁衍，可是依然无法明显的提高它的数量。为了能快速提高黄鱼的数量，增殖放流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。于是，在1997年，青海湖增殖放流站成立。随后，科技人员开始着手研究黄鱼的人工繁育问题。最终，在2016年，黄鱼的幼苗人工繁殖成活率达到了90%。而在2002年至2021年，青海湖黄鱼救护中心就先后放流了1.56亿尾鱼苗，而这一放流数量也帮助青海湖黄鱼的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。据2021年青海湖渔业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，青海湖的黄鱼储量已恢复到了10.85万吨，这一数据对比2002年的2500吨，可是整整提高了42倍。同时，令人欣喜的是，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强，青海湖的水域面积也在不断的恢复，甚至提高。据卫星地图反馈的信息指出，2013年青海湖水域面积为4337平方公里，到了2017年恢复到了4435平方公里，而在最近的2021年，青海湖的水域面积甚至超过了1974年，达到了4543平方公里。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努力，有网友在青海湖湖边游玩时，就曾拍到群鱼在湖边戏水。现场密集的黄鱼群加上湖水风浪的结合，最终形成了鱼浪这一壮观场景。通过这些数据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青海湖对于鱼类的保护措施已经相当完善。那么在多次的禁渔期中，现在青海湖里最大的鱼有多大呢？其实，虽然青海湖里有6种土著鱼，但是它们实际上也就归属于2种属，一种是秋科属，这种鱼类体型一般都比较小，身形比较修长，平均下来的体长也就只有10几厘米，体重就在100克左右徘徊。另一种是鲤科属，这种鱼类的体型一般都会比秋科属的大一点，其中最大的也就是青海黄鱼。可是就算是成熟期的青海黄鱼也大不到哪里去，甚至与其他鱼类相比，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大鱼。因为鱼类的体型还与它们的生活环境相关，一般情况下，生活环境越舒适，那么鱼的体型也会更大。但是对于生活在青海湖的鱼类来说，它们既要适应青海湖的高海拔，也要承受青海湖的高盐度。生活在青海湖里面的其他水生生物也非常少，这就导致了鱼类没有充足的食物可以发育，所以它们的体型生长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而且青海湖暖季非常短暂，所以鱼类的进食期也比较短。在相同的时间内，青海湖鱼类的体型完全不能与其他鱼类相提并论。从目前人类在青海湖的捕捞数据来看，能够捕获的最大黄鱼也仅仅只有4-5斤重，而这还是已经生长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数据。青海黄鱼的平均体重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也仅仅只有1.2斤左右，在经过大量捕捞后，可能这个数据还会下降很多。不过为了拯救黄鱼，我们还在行动。虽然目前青海湖生态环境恢复成绩还不错，但离最辉煌的时期还差得远，所以未来黄鱼能否恢复如初甚至超越，也只能是靠时间去证明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对于治理水域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
最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编的视频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发展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